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聊一聊我使用珐琅锅的经验。珐琅铸铁锅因其绚丽的色彩以及卓越的性能被许多人推崇。尽管它的价格是铸铁锅的好几倍，但是喜爱它的人对它还是爱不释手。珐琅锅分为黑珐琅以及白珐琅，黑色的珐琅锅则以 Staub 的最为著名。白色珐琅 Le Creuset 则是顶级的世界知名品牌，这两个品牌的锅都产自法国，已经实现了将一流的铸造以及珐琅技术完美的结合。这几年都没有看到 LC 的白色珐琅铸铁锅在 Costco 店内出现。Costco 经常打折的是 Tramontina 这个品牌的珐琅锅。在美国的 Costco 看到过这个品牌带锅盖的炖锅打折过，清仓特价的时候仅29块9毛7，价格仅是 LC 的一个零头。加拿大的 Costco 最近经常出现的是这个一组两只的炒锅，一只为10英寸，另外一只为12英寸，折扣的时候价格也很不错。其实所有的珐琅涂层的铸铁锅材质都是一样的，所用的珐琅层及搪瓷都是涂烧在铸铁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，主要是由高强度石英和玻璃长石等组成的硅酸盐矿物质，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，而且珐琅涂层还可以使金属在受热时不至于在表面形成氧化层，能够抵御各种液体的侵蚀，抗酸碱能力好，不会和食物起化学反应。但是珐琅锅没有纯铸铁锅那样耐高温，不过 LC 品牌的珐琅锅要比其他品牌的珐琅锅更加耐用一些。LC 的珐琅锅之所以被人们认可，在于它娴熟的工艺以及顶级的品质保证。LC 的珐琅锅大多数都是白珐琅，不但摸着光滑如镜，看着也赏心悦目。如果和其他品牌比较一下，就能看出它做工的精细，尤其是锅的边缘也是非常的光滑，而其他的牌子则能够看出有一些粗糙。我也买过其他的牌子，用了几次之后，里面的白珐琅就出现裂纹了，所以 Costco Tramontina 这个品牌的珐琅锅我就没有再买。而 LC 的这个珐琅锅已经用了5、6年了，里面的珐琅涂层依旧完好如初。黑色珐琅锅知名品牌 Staub 的铸铁锅今年一直在 Costco 有出现，除了前一段清仓特价这个7夸脱的，网上还有5夸脱的。它的内部是黑色哑光陶瓷内涂层，能够形成抗粘表面，并且高度抗碎裂，不容易变色，还可以放入烤箱内烹饪。黑色珐琅涂层不会像白珐琅那样经过久煮食物后会变黄。我个人更喜欢黑色珐琅锅，但是 Costco 这款以烤盘为锅盖的我不太喜欢。铸铁锅在烹饪食物的时候，外面的温度也会升至很高，没有带按钮的盖还是不太方便。而且经典款的标准锅盖上面的花洒设计，它能够锁住水分，汲取食物上的精华，在炖煮过程中，这些水分再均匀地回到食物中，形成美味循环。同时密封的锅盖也增加了煮食的效率，缩短了烹饪时间，起到了像高压锅一样的效果。珐琅锅比铸铁锅更贵，并不是因为它绚丽的色彩，主要是珐琅的工艺程序比较繁琐。Staub 的说明书上有标明，上珐琅涂层之前要先上一层底色，然后才上珐琅涂层，最后是马略尔卡珐琅涂层。Staub 的珐琅铸铁锅比 LC 的铸铁锅外形更硬朗一些，除此以外，这两个品牌的性能都差不多少。我个人觉得 Staub 的这个黑珐琅更适合炖煮， LC 的白珐琅煲汤比较合适。这两个品牌都不适合中式的爆炒，过大的火烹饪以及冷热温度的巨变会对珐琅涂层造成损伤，不小心的磕碰也会让珐琅涂层脱裂。这个7夸脱用了近10年的大锅，边缘就是不小心磕碰，已经掉了珐琅层。而且为了保护珐琅涂层，也要用竹木铲或者是硅胶铲子。珐琅锅也不适合干烧，烹饪食物过后也要等锅完全的冷却后再清洗。珐琅锅我是每次买来都要开锅，
Stove 的说明书上没有注明怎样开锅，只是说在使用前涂油，然后小火预热5分钟即可。我还是每次用铸铁锅开锅的方法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去年圣诞节我在 Costco 网站上购入的3夸托的 Stove 铸铁锅的开锅。先将新锅里外都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也可以用中性的洗涤剂来清洗。外部的珐琅涂层平时也可以用洗涤剂来清洗。然后在锅内注满水，盖上锅盖，放在炉子上烧开。火开后烧20分钟后就可以关火，然后倒掉水分，将锅擦干净。将珐琅锅放在炉灶上，开小火，将锅内残留的水分烤干。用厨房纸在锅子的内部均匀地涂上一层植物油或者是猪油，保持小火加热5分钟。然后再均匀地涂上一层油，不要忘记锅盖的内部也都涂上。烘干后就可以关火，盖上锅盖，这样开锅后的珐琅锅就可以使用了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用这个珐琅锅做的咖喱鱼，可以用 Costco 买来的鲈鱼，也可以用其他超市买来的带头的整条鱼。我这个是爱好钓鱼的朋友送给我的伊利湖的鲈鱼。将鱼去鳞后，可以切成几段。不粘锅放油，先将鱼煎一下，这样的话等一下炖出的鱼就不会太散。煎鱼我还是用不粘锅来煎，用铸铁锅来煎，鱼皮还是很容易糊底的。然后将一粒西红柿切成块儿，半粒洋葱也切碎，再准备几瓣大蒜。铸铁锅内放入1大勺的油，然后烧热，放入洋葱炒香，再加入西红柿一起翻炒，然后把煎好的鱼块放入锅内，倒入半瓶的黄油鸡酱。这个黄油鸡酱我在 Costco 的推荐视频中有介绍过，也可以用咖喱粉和椰浆代替。然后加入清水，略盖过食材就可以。锅开后就转小火，慢慢炖20分钟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咖喱鱼不但时间短，而且非常的入味儿，拌着一碗椰浆饭，味道非常的赞。这个咖喱鱼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添加蔬菜，效果也很好。用 Stove 的这个铸铁锅来炖肉更是又快又香。我经常用这个铸铁锅来炖卤肉饭或者是红烧肉，用这个锅来炖和用高压锅来炖时间上竟然都差不多少。今天介绍的这2个品牌的珐琅锅，只要使用得当，不但是餐桌上亮丽的风景线，更是在厨房当中可以长久的使用下去，甚至可以传承的餐具。如果您喜欢我这样的分享，请留下一个赞并点击订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